全都给朕拖出去砍了！陛下，此次伤寒乃天降凶煞，非凡人药石可医。老臣已用尽生平所学，人力有穷时，这瘟神要收人，谁能挡得住？若是这天底下真有哪座城能挡住这场大疫，不用陛下动手，老臣自己就请辞。你自己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那个连年向朕讨要30万两赈灾银，卷宗上写着恶殍遍血的云思县，整整3年，无一人死于食疫。这必是那县令沈燕欺上瞒下，将死去的百姓就地挖坑掩埋，造出这等大逆不道的骗局。是不是骗局，朕要亲自去看看。齐贺年，你与朕同去。若是云和县真死了人，朕诛沈燕9族。这怎么可能？齐老，你看出什么端倪了？老爷，您看这来往的百姓，面色红润，气血充盈，这城墙根底下怎么连个要饭的乞丐都找不着？老爷，奴才瞧得真切，流民乞丐病倒在街边的一个都没有，这哪里像闹过瘟疫的样子？哼！强弩之末罢了，定是那沈燕提早把病患都藏起来了。老乡，你们县的百草堂济世堂在哪条街？带老夫去看看。啥百草堂？咱们县早没那些骗钱的破药铺了。老爷您听，连药铺都没了，还说没隐瞒死伤，这满城的病患怕是早就被抛尸荒野了。哎呦，又来一个城里没见识的，谁跟你说病了要去破药铺看病抓药？全去前头那个云溪医院。云溪医院抓药要多少钱？要啥钱？县太爷开的医馆，看诊抓药，穷人全免。看病抓药倒贴钱，天下哪有这等医理？老夫倒要看看这沈燕葫芦里卖的什么假药。走，去那什么医院瞧瞧。白墙素瓦，毫无医家底蕴。老夫倒要看看这连门童都没有的破地方，能藏着什么起死回生的仙方。站住！洗手消毒，换工作服才能进。县太爷立的规矩，进灶房、进医院、进做吃食的坊，都得先洗手。你身上不知沾了多少脏东西，万一带进病菌，坏了一整锅料，谁担得起？病菌简直一派胡言！老夫这双手日日用香汤沐浴，碰的都是百年灵芝、千年人参。你个黄口小儿，竟敢说老夫手脏！放肆！你可知道这位是我？管他是谁，就算是皇帝来了，也得先洗手，不洗手门都别想进。怎么回事？在重症病房门口大声喧哗，想扣公粹了是吧？县太爷，这几个外乡人不懂规矩，非要硬闯。老头，看不见的脏东西就藏在你这双手上，你以为干净，其实脏得很。数字狂妄！你说老夫手脏，你有什么凭证？你要凭证？好，本官今天就让你这井底之蛙开开眼。去，把玻璃显微镜搬出来，再拿根银针。奇迹玉树。老夫倒要看看你这破铜烂铁能照出什么妖魔鬼怪。把眼睛凑到这个铜管上，自己看。妖法，这是妖法！人的身上怎么可能藏着这么多恶鬼？这不是恶鬼，这叫病菌。你们在京城治不好的食疫，就是这些东西在作祟。他们通过你们这群自认不凡的大夫没洗干净的手，传给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百姓。天下无疫，靠的不是求神盖符，也不是你们那些故弄玄虚的偏方，而是要斩断这些病菌的传播之路。洗，换上进去吧。看你这样子，在你们老家怕是从来没洗过手吧？大嫂，这得花多少银子？不要钱，咱们县太爷开的医馆，看诊抓药全免。唉，我这把老骨头，多亏了沈青天啊！爷爷，救命啊！我肚子好痛，爷爷，痛！我肚子好痛啊！齐老，云儿怎么了？你可是大晋医尊，快开方子呀！天亡我齐家呀！老爷，云儿脉象散乱，云儿是爷爷害了你，不该带你舟车劳顿来这穷乡僻壤啊！哭什么丧？赶紧滚开，别挡道！这是典型的普通细菌性痢疾，赶紧去把青霉素给我拿过来。院长，1号冷库刚出的一批青霉素原液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拿这种暗器用在我孙儿身上？
他若没有把握，又怎能如此淡定？退了，院长，病人的高热降下来了。这绝不可能！神药，这是真正的起死回生之神药啊！沈大人，沈神医，罪人齐鹤年有眼无珠，冒犯天颜，恳请沈神医收我为徒，哪怕是让老朽在这医院里倒夜将扫茅房。老夫虽是一介商贾，但在京城也算手眼通天，只要你点个头，老夫保你即刻入京，接替齐鹤年之位，执掌太医院。不去，为何？难道你嫌官小？我留在这里，是因为天下的穷人比京城的贵人更需要这几文钱的肥皂，更需要这不要钱的医馆。老子没兴趣伺候那些吸百姓血的权贵，老子的药只救天下穷苦人。先生大义，是老朽狭隘了。想学医，把你的太医院做派全给我收起来。这本赤脚医生手册第1卷，先拿去背熟。从明天起去急诊科报到。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恩典。老爷，这沈燕虽然医术通天，但也太狂妄了些，竟敢连您的招揽都拒绝。他不狂，是朕以前瞎了眼。这云师县，朕还要继续看下去。朕倒要看看，他沈燕到底还藏了多少朕不知道的底牌。坚如磐石，平如铜镜。德福，你瞧这路，就算是京城皇宫前的御道，怕是也比不上这一半平整啊！老爷说的是，奴才刚才试了试，这灰色的地面竟是一整块巨石铸成的，连条接缝都找不着，怪不得昨天咱们的马车走在上面，连颠都不颠一下。闪开！都给本官闪开！哪个不长眼的惊了车？瞎嚷嚷什么？又没拦你，你那破车不会走路，怪我啊！放肆！你可知道这车里坐的是谁？管他坐的是玉皇大帝，外乡来的吧？没见过水泥路，第一次走颠2下，正常。水泥？什么是水泥？这就是你们云溪县铺的路，灰不溜秋，毫无美感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，劳民伤财。哎呦，又来一个没见过水泥的，今年第几个了？第9个。这小穷县铺这种奇迹小秘的烂路，怕是把朝廷拨的赈灾银全都中饱私囊了吧？烂手艺，那你可以选择去旁边的泥地里滚。你就是那个沈燕，久闻大名。本老爷今日倒要请教请教，你这条灰泥路除了能划取取重，还能有什么用？用处不大，也就是让云溪县的粮车一车能拉5000斤，从城南到城北只需半个时辰。你以为这是江南的运河水路吗？陆运粮，牛马吃力2000斤便是极限。你这灰泥路若是能拉5000斤，老夫就把这块路面嚼碎了咽下去。好，去通知重工坊，把昨天刚下线的那台钢铁巨兽开出来。有人要表演活吞水泥，咱们总得给他搭个戏台子。钢铁巨兽，装神弄鬼，老夫倒要看看你这穷乡僻壤能造出什么不堪入目的破铜烂铁。你动了！急什么？让大晋公布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基建。妖兽，这是吃人的铁妖兽！快护驾，快保护本官！没有牛，也没有马。沈县令，这铁疙瘩是自己走的。他后面这10节车厢拉的是什么？后面拉的是刚从化肥厂出库的5万斤化肥。5万斤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天下哪有不用处理就能拉到5万斤重物的东西？这违背了天理，违背了祖宗惩罚！工部尚书大人，现在你要不要把这块水泥路面嚼碎了咽下去？沈县令，你简直是旷世奇才！能造出此等神物，你手下必定养着全天下最顶尖的能工巧匠，他们在哪儿？老朽愿出万金聘他们入京。万金，你就算出10万金也请不走。为何？难道他们都是淡泊名利的隐士？因为他们不是什么隐士。画出这台省气草图的是我云溪县学堂里一个14岁刚学完初等物理和微积分的穷学生。你竟敢不教圣贤书，教那些下九流的奇迹永本！这是太傅大人若是知晓，必会请天子剑斩了你这妖孽！太傅，你就算把孔夫子从坟里挖出来，这钢铁巨兽该往前开，也绝不会后退半步。保安，把这个挡路的丑患给我扔出城去。是，沈燕，你张狂不了几天了。太傅大人早已听闻云溪学风败坏，明日便会抵达云溪，你死定了！荒唐！读书乃是明理明德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神圣之事，这简直是将圣贤书当成了市井烂菜叶，有辱斯文，有辱斯文呐！老头儿，你脑子有病吧？孩子们饿着肚子怎么念书？就是，你们那地方难道还让娃娃饿着上学？还得交书费吧？那地方的官真够缺德，愚民，不可理喻的愚民！今日便在这学堂门口摆下擂台，老夫倒要看看这不教4书记的云溪学堂能教出什么惊天伟地的人才。老爷，太傅大人可是当今算学大家，精通9章算术，他这般雷霆之怒，沈县令怕是下不来台呀。下不来台，德福，你且看着吧。这云溪县最不怕的就是有人来砸场子。大清早的，
谁在学校门口寻衅滋事？你就是沈燕，你可知罪？老头，报官去县衙，看病去医院。你在我学校门口大呼小叫，影响孩子们早读，这叫扰乱公共秩序，是要拘留的。休要胡言乱语！老夫问你，你这学堂为何不教《论语》？为何不读《孟子》？你是要断送我大晋的文脉吗？文脉？你们的文脉就是让一群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酸腐梳子坐在高堂上空谈心性。可你们这群满腹经纶为了大儒，能让老百姓顿顿吃饱饭吗？强词夺理，治国平天下，岂是单纯的匠人伎俩？若你们能在算学上胜过老夫，老夫立刻掉头就走。不算学难题，沈燕，你若能在一炷香内算出这10万大军抵达边关的总耗费，老夫便认栽。小石头，出来干活了。来了！沈燕，老夫与你斗法，你竟叫一个8岁之猴出来羞辱老夫！老头，杀鸡焉用牛刀？解你这种破题，我云溪小学的2年级学生足够了。小石头，给他算。黄口小儿，你连算盘都没有，拿什么算？设总耗费为 x， 路程为 y。算好了，总耗费一共是1274321两，又6000银子。分毫不差，连最后1文钱的零头都对得严丝合缝。这不可能！这是什么鬼画符？没用算盘，没用算咒，你怎么可能在5息之内算出这么庞大的数目？老爷爷，你连这个都不会？你会背99乘法表吗？什么乘法表？这都不会啊！乘法就是算账用的。我们县太爷说了，不会算数的人长大了找不到好活干，还会被坏人骗。副大人，这个沈燕，朕便是绑，也要把他绑到金銮殿上，做大晋的帝师。区一个穷乡僻壤，竟敢接连折辱太医令和太傅。今日本官便让你知道什么叫杀人不见血。来人，开箱。掌柜的，你这店里有多少盐多少粮，本官全包了。不，本官出3倍的价钱买，统统给我装车。天下商贾皆重利，3倍高价足以让任何掌柜乖乖交出库存。粮食3文钱1斤，不涨价也不卖高价。还有，为了防恶意囤积，每人每天限购10斤。你想全包？去隔壁做梦比较快。放肆有的是钱，3倍不卖，本官出10倍。你知不知道这80万两白银能把你这破店给活埋了？80万两白银，好大的威风啊！你就是沈燕，哼！你这店大欺客，是不把大晋的银子当钱吗？你凭什么不埋呢？钱大人是吧？想买空我云溪县制造银荒和物价飞涨。行，既然你想送钱，本官成全你，撤销限购令，打开特供仓库，让他买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们一个穷县哪来这么多粮食和精盐？钱大人，你那80万两银子买不空云溪县，最多也就是帮我们清了一小部分库存罢了。沈大人，沈爷爷，我错了，我不买了，你把银子退给我吧。退钱？你刚才叫嚣着要用钱饿死我全县百姓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退让？保安，把这聚众扰乱市场的蠢货给我打入大牢。是。明日朕便要直接向沈燕表明身份，朕要拜他为相，推行天下。沈县令，老朽今日来有一件关乎天下苍生的大事。你是京城哪个王爷的暗探，还是皇上身边的什么钦差？你看出来？废话，能让当朝太医令齐鹤岩像孙子一样跟着你这商贾的身份，骗3岁小孩还差不多。不好了，知府大人带着兵把县衙围了，说沈县令私造军器，聚众谋反，要拿您下狱。什么？知府带兵围剿县衙，这是要造反吗？沈燕，有人举报你私设器械国法，聚众私讯，行为可疑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不随本府回蒲城接受兵文。云存县3年没向朝廷要过一兵一卒，北境遭灾，过年全靠百姓自保。我训几个民壮巡夜护村，守自己的家，这也算罪？巧言练色，操练乡勇，私助火器，哪一条不是死罪？来人，拿下！若敢反抗，就地格杀！知府大人，既然您说我私造军械，那不妨让大人开开眼。来人，把那意大利炮推出来。大人，您带200府城护卫来拿我。我这门重器若只是警示一响，您这200人还能不能站得稳？你敢对府城护卫动手，这就是你心怀不轨的铁证。问问大人，这3云溪县年年暴灾，朝廷年年拨30万两赈灾银，这90万两银子有1文到过云溪百姓手里吗？一派胡言！众人听令，沈燕妖言惑众，公然抗拒王法，给我拿下！沈燕，你以为凭一件重器就能跟整个朝廷作对？今日我拿不下你，明日宫里那位贵人就会调大队人马封锁你云河县。是哪位贵人？哪来的外乡人也敢插嘴？放肆！尔等还不跪下！当今圣上御驾在此！
陛下，将这知府连同那个宫里贵人的眼线，全都秘密控制起来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走漏风声。奴才遵旨。沈岩，你这一身的本事，朕遍览古今典籍从未见过。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陛下，那个关在牢里的知府招了。他招了？招了什么？诛了他的宫里贵人是谁？你直说！太子殿下，太子，陛下此事干系太大，奴才也不敢信啊！朕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。好，回京，立刻回京！朕要亲手处置这个孽障。奴才遵旨，咱们即刻启程。只要陛下露面，太子必将伏法。回京？你以为你现在还回得去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朕乃九五之尊，天下兵马皆听朕号令，谁敢拦朕？您现在拍案而起回京拿人，他指父皇被妖人蛊惑，群臣还会不会信你？陛下，既然回京是死局，那就别回去了，让京城来云溪。你说什么？跟整个朝廷斗，跟太子的大军斗？至于太子的大军，陛下跟我来，我这个县令的家底您还没见全呢。这是神机营的火铳？不对，神机营的火铳管子没这么细，也绝没有这般精良。柱子，给咱们这位京城来的贵客开眼。是。放。这防卫器械能连发，准备下一发竟然这么快，这是何物？这叫地雷，边境防线用的埋式防卫器械。沈岩，你丝丝这等重器，暗掠，已是抄家灭族的重罪。这些东西不是用来对付陛下的，是用来让百姓不再任人欺负的。东南30里发现大队人马打着东宫旗号，号称5万前来迎驾。5万大队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太子这是要逼宫啊！迎驾？5万大队迎一个微服的皇帝，这分明是来封死朕的退路。沈岩，敌众我寡，那可是5万精锐，你手里只有这300名兵，如何抵挡？朕这就写下血书密旨，你派人突围去西山大营调兵救驾。调兵来不及了，也用不着。陛下，请随我上城头，一起看看怎么个事儿。我云溪县沉寂了3年，是时候让大晋朝廷，让那位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看清什么叫真正的时代差距了。这城墙也是水泥浇的。陛下，这墙3尺厚，整个一块，别说云梯，就是撞成车来撞，撞断了车，墙上连个白印都留不下。奉太子监国令，陛下遭妖人沈燕挟持，本将奉命迎驾，交出妖人。城上的人听着，速打开城门，交出陛下与沈燕，可免重罚。放肆！朕好端端站在这里，何来被挟持一说？哼！妖人惯会易容惑众，尔等休想拿一个假货诓骗本将！弟兄们，攻城，活出妖人，救出真正的陛下！好一个真正的陛下！朕站在这儿，他偏说朕是假的。太子这是铁了心，要朕死在这城下。传令，炮队预备，火枪营自由射击，放！这是什么武器？神机营的火炮，怎么可能打得这么远这么准，还会自己炸开？不要慌，他们火炮装填极慢，骑兵营给老子冲！只要冲到城墙下，他们就完了！拒马阵报阵，起！火枪云，自由射击。什么妖法？撤！快撤！我们守的是当今圣上，你们打着太子的旗号围攻圣驾，你们才是该被问罪的乱臣！护驾，护云溪！太子说皇帝是假冒的，可若真是假冒，怎么可能号令这等神兵利器？陛下是真的，是真的，陛下！现在知道了，晚了。住手！传太朕口谕，朕还活着，这云岐县一砖未损，而他的5万大军已败在城下。臣罪将遵旨。沈燕，造这些东西，养着300兵修这座水泥城，要花多少钱？朝廷3年没给过云溪一文，你一个穷县令，哪来这么多银子？陛下，打仗打的是钱，既然您问起钱，
那我就带您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富可敌国。朕原以为云溪只是自给自足，没想到这里竟是商路汇聚的枢纽。这位京城来的老先生，想知道咱们云溪一年能赚多少钱？一年赚多少？哪年？去年还是前年？就去年。去年你们云溪县一共入账多少银子？去年啊，不多，抛去造工坊的成本，给工人们的工钱，还有给百姓免费医疗和蒙学的补贴，净赚420万两。多少？420万两！大进国库，一年税赋收入统共也就500-600万两，一个县挣的钱快赶上整个朝廷的国库了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怎么可能一个县挣这么多？客官，见识少了吧？你以为咱们就靠县里这几个人买卖，我们的盐糖、玻璃、浮皂、镜子早就卖出云溪了？京城那些王公贵族家里用的玻璃镜、雪花糖，十有八九都是从我们云溪贩过去的，只不过经了几道那些黑心商人的手，到京城就翻了几10倍价钱。原来这些东西全都是云溪出产的廉价货。客官，你脸色不太好啊？怎么，你也想跟我们做盐糖生意？我劝你还是先想清楚，我们这门生意入壶起步10万两现银，你看着虽体面，怕是也未必能一口气拿出这么多现银。现在的国库里连这笔银子都得咬着牙才能凑出来，所以我劝你别勉强，做不起的生意真没必要硬入。陛下，钱和兵于我不是用来夺天下的，是用来护着这条街上的人不被夺走的。我要的从来不是什么龙椅，是这条街10年、100年都能这么太平平，让百姓能吃饱、能穿暖、能活得像个人。朕原来竟看错了这么久。禀主子，京城传来急报，那降将回京一说，满朝哗然。原先倒向东宫的官员有大半连夜改了口风。巡抚临县县令还有一干牵涉赈灾银的官员，自知瞒不住了，正连夜赶来云溪，说是要向陛下请罪。陛下，您的那些好臣子见风使舵的本事倒是一流，现在知道您没事儿，手里还有兵，这是来请罪了。来得正好，朕正要跟他们算算这3年的总账。德福，传朕旨意，封锁城门。这群人今日一个也别想随意离开云溪。巡抚，臣在。朕问你，云溪县这3年什么光景？回陛下，云溪地界民贫，恶殍遍野，盗匪横行。这90万两进了谁的口袋？说！臣不知情啊，臣只是按往年卷宗照例上报，臣冤枉啊，陛下！照例上报，好一个县巡查的巡抚！我认得你，你美就是那个就在年年坐着转一觉，茶都不喝一口就走，连地里长什么都没看过，回去就报我们民不聊生，盗匪横行。我们云溪根本不要你的赈灾银。那银子是朝廷的，是天下百姓的血汗。你年年替我们伸手要，那钱你给过我们要饿死，我们饿死了吗？都是你把我们的命当成了你升官发财的本钱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臣再不敢了。来人，巡抚督职纵贪，蒙蔽赈灾银，私调人马围困忠良，严剑定罪。其余各县凡瞒报贪业者，一律彻查，绝不姑息。90万两赈灾银，连本带利从他们家产里追出来，一文不少还给云溪的百姓。遵旨。沈燕，这些贪官朕一日就能清完，可朕这大晋千万个州郡，朕清得完吗？陛下，贪官从来杀不完，因为让他们能贪的不是他们的心，是这套让百姓只能任人摆布的法子。旧规矩。垄断盐铁，愚弄百姓，重农抑商，这才是滋生毒球的温床。德福，你旨传回京城。太子明知道云溪这套法子能让这1000万百姓吃饱穿暖，不但不上报，还要毁了他。在他眼里，百姓的命还不如账上的几10万两银子。将太子圈进宗人府，终生。沈燕，朕欲拜你为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朕把这大晋国政交于你手，你想推的法子，无人敢拦你。意下如何？这可是拜相啊！天下读书人挤破脑袋都想要的位子，沈大人这回总该应了吧？陛下，臣谢恩，但臣不愿入京为相。为何？以你之才，区一个小县令，岂不可惜？陛下，在臣看来，让一个县的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亲眼看他们顿顿吃饱，夜不闭号，孩子都能读书，这比当丞相有意义得多。丞相高高在上，看的是奏折上的数字；臣守着云溪，看的是一张张活生生的笑脸。再说了，京城这庙堂里庸臣那么多，
臣去了跟那群只会争夺利、连一斤盐多少都不知道人同朝为官，怕臣迟早被他们气死，还不如回我的云溪，种我的地。世人皆逐利，为他心系苍生。沈燕，朕今日不是以皇帝的身份跟你说话，朕的大晋有3000万百姓，这3000万人里10个有9个一辈子没吃过一口干净的盐，没喝过一口干净的水。一场旱灾，饿殍千里；一场时疫，10室9空。朕坐在这金銮殿上20年，自以为勤政，直到去了你的云溪，朕才知道，朕治下的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，而百姓本可以过上什么日子。朕拜的不是你，不要你争权，朕只求你一件事，把你云溪的那套法子交给这天下，让朕的3000万百姓都能像云溪百姓一样，吃饱饭喝精水，活得像个人。朕求你了。陛下，臣可以交，但臣有3个条件。你说，朕全准。第一，新政推行以民为先，谁敢借新政盘剥百姓，无论官职多小，杀无赦。第二，盐塘铁官营，平价胄于百姓，断了豪商盘剥的根。第三，事成之后，放臣回云溪，臣不要官不要爵，只要守着臣那一个县。准，朕全准。今日召诸位爱卿，只为一件事。沈清，告诉他们。臣请推新政，盐铁官营，平价授民，推广化肥良种，增产保粮，兴修水利，防旱防涝，广建蒙学义医，教民识字，救民疾苦。陛下万万不可！盐铁官营断的是天下盐商的活路，化肥良种闻所未闻，若误了农时，谁来担责？此乃妖言惑众，动摇祖宗惩罚，岂能说改就改？一个县区县令也敢妄议国政，请陛下严惩妖言惑众之人，收回成命。诸位大人反对，臣懂。因为这些新政断的是诸位的财路，盐铁官营，诸位家里那些盐庄铁矿就赚不了暴利了售盐，诸位囤着的私盐就成了一堆废货。诸位口口声声动摇国本，在诸位眼里，国本是你们的荣华富贵，而百姓的死活从来不在你们的算计里。既然诸位这么有本事，这么忧国忧民，那臣把问题摆在这儿：大晋3000万百姓吃不起盐，诸位谁能解决？既然没人站出来，那么今天开始，一切按沈清说的做，如有阻挠者，一律严办。既然他不顾旧族规矩，被一个外来的沈燕牵着走，这是要刨我们的根。暗中联系西晋那几位王爷，这天下也该有人出来主持规矩了。是如何是呀？沈大人，新政推行，我等本不该多嘴，可这盐价2文钱一斤实在是太低了。我等盐商世代经营，哪有外人看着那么容易？上下打点，运盐的脚力，晒盐的工钱，哪样不要钱？2文一斤，那我们不得去喝西北风了？沈大人，行个方便，盐价提到20文，这是我等的一点心意，10万两，聊表心意，往后年年都有。20万，你可知道20文一斤的盐会害得多少人家连一把盐都买不起？是百姓活命的东西，不是你们拿来层层加价、批人受苦的筹码。盐是地里海里白白长出来的东西，提存1斤成本不过半文，你们卖30文，这中间的29元半是从多少百姓的牙缝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。你们这一辈子赚的每一文黑心钱上，都压着买不起盐的百姓苦日子。沈大人，你这是污蔑，我等都是奉公守法的粮商。粮商，老子今天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王法！从今日起，盐业官营，天下盐价统一2文一斤，1文不许多。你们手里囤的私盐，即日起按平价收回官营。敢哄抬、敢私卖1斤的，抄没家产，从重问罪。沈大人，你不能这样，这是断我们的活路啊！断你们的活路？你们断了天下百姓几百年的活路，如今不过是让你们少赚点黑心钱罢了，还嫌不够？那本官不介意把你们历年透税犯私、勾结官府的旧账一桩翻出来，滚！让你们连命都不用要，轰走！沈燕，你今日这般雷霆手段，断了天下豪绅世家式的卡兵蟹将，真正的庞然大物还藏在暗处磨着刀，差不多也该来了。西境急报，8位老亲王联合宗室世家矫诏起兵，号称清军策除奸刃，20万大队已出西境，直扑云溪。20万，完了！八王这是倾巢而出，铁了心要谋朝篡位啊！好得很！拿着朝廷的军饷不思报国，如今为了保住他们私分盐铁盘剥百姓的特权，竟然连大晋的江山都不要了。沈燕，太子那5万兵，大半是京城没见过血的少爷级火炮能赢。可西晋这20万是真正的虎狼之师，退吧，看炮再快，火抢再猛，枪管也有打红的时候。20万若强压而将来，划江两指，也能还有一线生机。
退，陛下，我好不容易修好的几条省道，砸下去的银子还没收回本，您让我退？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在心疼修路的银子？陛下，时代的变局不在于人多人少，而在于认知。他们以为打仗还是靠人数硬压，那我就给他们好好上一课。20万大队若懂得分散迂回，确实麻烦；若他们排成大队直扑平陆空原，那就只是多费些铜料和火药。传我将令，我就在通知重工坊，停下所有民用农具生产，把1号仓库里封存的那3个大家伙拉出来，挂上火车头。另外，让护卫营带上所有重型连发防卫器械，坐火车去平陆大平原迎敌。你疯了！不在城墙死守，你让他们去毫无遮挡的大平原迎敌，还是坐那个什么火车？你统共才1000多护卫营啊！陛下若是不信，便跟我上车。今日臣让您看看什么叫工业革命的钢铁绞肉机。本王还以为那沈燕有什么3头6臂，竟敢妄图推行新政，断我们的财路。听说云溪县富得流油，那什么化肥、玻璃、精盐的秘方，随便拿出一个都能富可敌国。等大军碾碎了那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泥腿子和云溪的财富，就全是我们8家的了。禀王爷，前方平原中央出现了一条奇怪的铺在地上，不知延伸向何处。装神弄鬼，管他什么铁疙瘩！传令全军列鹤一阵，全速推进，半个时辰内把对面的敌阵踏平。那是什么怪物？有法！这天下怎么可能有自己跑的铁屋子？不要慌，他们就那么几千人，一个大铁王八而已。给本王冲！杀妖人，赏万金，封万户侯。300步，几个呼吸就到，这样的冲势太难挡了。稳住阵线。这不可下，别往前冲了，快退！这不是凡人的兵器，这是天罚，这是天罚呀！大人，时代变了。这是天兵天将，凡人怎么可能挡得住啊！我都想让别打，我好一个时代变了，有此等神器，大晋何惧匈奴，何惧天下？带上来！陛下，你胜之不武，你用妖人的妖术，本王不服。本王是太祖高皇帝嫡系血脉，是皇叔，大晋律法，宗室不杀，你不能杀我。皇叔，你也配提太祖高皇帝？太祖打天下是为了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，而你们呢？朝廷推行新政，让百姓吃得起2文钱的盐，让庄稼能多收几斗粮。你们为了保住自己那点黑心钱，竟然纠集大队人马来动摇江山。你们的心比那些贪官还要黑上1万倍。陛下饶命啊！我等都是受了镇西王的蛊惑呀！陛下开恩，念在同宗同源的份上，陛下不能贬为庶民。他们手里还攥着西境8州的钱庄、矿山和200万亩良田，放回去就是放虎归山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乃宗室亲王。亲王，在我云和县的规矩里，天子犯法尚且与庶民同罪，何况你一个举兵作乱的王爷？陛下，新政推行，最缺的就是银子。准奏，2王与镇西王举兵作乱，交由军法严办。传朕旨意，17万降军就地整编为大晋铁路工程兵，戴罪立功。无论国企还是世家门犯，一律严查重办，绝不姑息。众爱卿，如今内患已平，国库充盈，朕决议以云溪县为盲本，在全国10到300州全面推行工业新政，废所有无地百姓皆可去官府领取荒地，或依法分得查抄田产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德福啊，朕原以为沈燕是个治世能臣，如今看来他是上天派来给大晋重塑金身的活神仙啊！你亲自去一趟云姬，问问几个公主，也是时候该出阁了。传旨，传令你去一趟西，要是都看上了，朕全招他为驸马。大人不好了！京城来电报了，皇帝老爷说要把所有的公主都嫁给您当老婆，
还让您赶紧选。这老头恩将仇报啊！老子帮他平了天下，他居然又用和亲来拴住我，让我去京城上班打卡。老陈，柱子，快，把县衙大门锁了，挂上县令外出查归期不定的牌子，准备专列，咱们去南边视察新造蒸汽铁甲舰去。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提督大人，左翼水师全军覆没，我们的实心铁弹根本打不穿那些红毛鬼的甲板大船，他们的火炮射程比我们远了1倍呀！太大了，这简直是移动的海上堡垒。这就是东方最强的败绩的土著，简直是大晋官军听着，否则我的无敌舰队交出南州港的控制权，把的港口和城市彻底从地图上抹去。1000万两，还要割让港口，欺人太甚！提督，跟这帮红毛鬼拼了，大不了一死。拼？拿什么拼？咱们大晋没有能出海的巨舰，拿将士们的血肉去填那填不满的海沟吗？可这南边的天是真热，还是海风吹着舒服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哪里跑来个不知死活的公子哥？大胆！前方区闲杂人等速速退下！奉天子密旨，接管南州港一切防务。林提督，让你的人退下来喝口水吧，接下来的活儿你们干不了。钦差大人，钦差大人，外夷坚船利炮绝非人力可敌。您带了多少援军？若是没有100艘战船，万万不可出海迎战啊！100艘战船，打几堆飘在水面上的朽木，还要什么100艘战船？老子今天带了1艘，都显有点欺负人。打开闸门，让这群没见过世面的红毛土街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海神！全是用铁打的船，铁怎么可能浮在水面上？这违背了祖宗之法呀！木头才能浮水，铁疙瘩掉进海里只会沉底，这怪物怎么可能稳稳浮着？祖宗之法浮不起来，但我云溪重工的阿加米德浮力定律能让它浮起来。柱子，生火，起锚！那是个什么怪物？没有风帆，还在冒黑烟。大晋人疯了吗？他们竟然用铁造船！这种笨重的铁棺材，只要挨上1炮就会沉进海底。传令全舰队左炮齐射，给这个铁疙瘩一点颜色看看。完了，千炮齐发，就算是铁打的，也会被砸成烂泥呀！上帝啊，这不可能！我们的炮弹被弹开了，那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刮痧都嫌你们没力气，弩炮装填高爆弹，目标敌方旗舰，让他们听听什么叫工业革命的真理。转舵，快转舵，规避！开火！全速撞击阵型，自由开火！这片海域上的木头板子1块都不留，向他半翻，满舵转向，快逃离这片魔鬼的海域！海神，这是大晋的海神啊！大晋万岁！钦差大人万岁！我们大晋再也不用受这海上洋鬼子的窝囊气了！我们只是奉命行事，来东方寻求贸易的。炮就要1000万两白银和割让港口，在你们老家叫贸易啊？本官还真是长见识了。大人，虽然您拥有这艘可怕的战舰，但我们的实力也不弱，我们有上百艘军舰呢。上百艘，太好了！本官正愁1艘铁甲舰开过去，显得有点欺负人。既然你们有上百艘木头靶子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陛下，户部刚才粗算了一下，这一趟运回来的现银足有5000万两啊！这还只是第一，还有7、8艘满载的商船在海上，装不下了。国库早就被前几个月运来的银子塞满了，连走漏的地方都没了。陛下，咱们得赶紧再盖10个，不，20个国库啊！沈清，你做到了。你不仅用大炮敲碎了外夷的骨头，你还把财富全都搬回了我大晋。如今的大晋铁轨纵横交错，良田化肥亩产1000斤，边关更是架起了马克沁手枪，再无蛮夷敢犯的大晋，终于成了真正的天朝上国。陛下，您这就没意思了。我大老远坐火车回来，您就拿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来烦我。沈清，这是……陛下，蒸汽机只是个开始，这本书里藏着比蒸汽机更可怕的力量。
大晋的底子我已经打好了，接下来的攀科技柱就让皇家科学院那些年轻的娃娃们去搞吧。我累了，该退休了。一字并肩王你也不当，京城的繁华，天下的权势，你就真的一点都不留恋？天下全训，那玩意儿哪有我云溪县的叫花鸡好吃？陛下，这大晋的江山是您的，但我的心在云溪。若是有朝一日外敌再敢来犯，或者朝中再出了盘剥百姓的狗官，不用您下旨，我云溪县的炮管会亲自教他们重新做人。